你是否曾经对未来感到非常迷茫？迷茫这个感觉是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经历过的一个感受。你可能每一天都已经很努力的工作了，但是忙碌一整天下来，你却感觉只有疲惫，没有任何的成就感。然后你开始问自己：我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或许可能也有一个安稳的家庭，每天过着小康的生活，但你总感觉你和另外一半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但是你又不知道那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些状态久了，你就会开始感觉麻木，然后你就会开始陷入一种感觉迷茫的状态。你不懂自己要什么，你也不懂自己要走向哪里，感觉生活好像没有了更大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大部分人都可能曾经经历过的一个迷茫的感觉。那我们又要如何让自己走出这个迷茫的状态呢？大家好，我是伟全，你的玄学命理咨询师。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所谓迷茫的这个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同时，我会给出3个步骤，让你去观察自己的生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而导致你的这个迷茫的状态。对于迷茫，其实我是总结出了一个理由罢了，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其实你没有活出你的自己。为什么会没有活出自己呢？更进一步的理由，其实就是你根本不了解自己是谁，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部分下手。我的这个今天的视频的主题，3招让你摆脱迷茫。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第二个部分呢，是你的感情；第3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你的自我实践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工作或者你的事业。在这个工作里面呢，其实我会把它分成2个主要的组成成分。第一个就是你擅长的东西，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你而言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个理想的工作或者理想的事业，应该是你擅长的，同时对你而言也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你擅长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玄学里面这个八字的分析来了解自己最擅长的一些技能，最擅长的一些工作岗位是什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就会看八字里面的月柱，就是你出生的月份，还有同时你也要看你的八字里面的食神最高的那几个是哪几个。在这部分我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会非常的长，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以后就再做另外一个视频来聊这个事情。不过重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你的了解你的八字来知道你这个人本身是最擅长做什么工作。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他已经是在做他很擅长的东西了，但是他还是感觉会很迷茫？其实就是因为他少了这个第2个部分，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事情。那通常我们要怎样定义这个有意义呢？我会把它总结出一句话，就是你要看到你的工作是有影响力的，它要对别人的生活、对这个社会，甚至对这个国家产生某一种影响力。你感觉你做的东西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可能因为通过你的分享，你做的一些，就是人啊，他很想看到他做的工作对其他人的生命产生一些影响力。就好像可能你是医生，你就会看到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帮助了一个病人。如果你是可能是老师，你看到你的教书不只是一个教书，你其实是在影响一个未来的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工作上开始感觉迷茫，就是因为对他可能在做他擅长的东西，但是他忘了这个对他而言有意义的部分。其实任何工作你都可以找到某一种的意义的，你只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和心思去问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是让对你而言是有意义的。可能你喜欢的是去教导别人，那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你不一定要去做老师，但你可以在公司里面你就开始可能去申请那些培训的岗位，去培训新的员工啊。但对你而言，这个就是可能你擅长，但是也是让你有意义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会避免某一种迷茫的状态。那第2个部分呢，我们就来到关于你的感情。
感情我也是把它分成2个主要的组成成分。第一个，这个感情是需要让你感觉舒服自在的，然后同时这个也是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感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舒服自在。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对于感情里面的一些要求，他让他感觉舒服自在的这个标准都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的标准在哪里？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八字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知道你本身让你最舒服的一个感情模式是什么。我们通常就会分析那个人的日主或者日柱来得出这个人在感情上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跟他另外一半沟通的一个模式是怎样。简单而言，就是你跟另外一半最啱 key 的那个方式是怎样。OK，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在他家庭生活里面，对，他可能跟他另外一半是处于一个很自在、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时间久了，他还是感觉好像跟这个人少了一点什么。其实就是他少了这第2个部分，就是我说的意义，你这个感情的一个意义。我是觉得个人在一起，其实时间久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是一个更高的一个连接。更高的连接是什么呢？它可能是2个人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共同的一个成长，甚至他们可能可以相互的去启发对方，互相的鼓励对方，去处于一个让这个感情继续升级到另外一个状态。所以其实那个所谓的成长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多人在关系里面所忽略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尽了在这段感情或者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责任就够了。但是其实不是的，你要更加进一步的去让你们2个人的关系继续升级到另外一个阶段去。而这个升级呢，通常我们需要的就是共同的成长。好，这个就是第2个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第3个部分，就是自我实践的部分。那什么是自我实践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人他眼睛在发亮，就是甚至那个就是一个可以激起内心那一把火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你真正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有热忱的一些事情。那在八字里面呢，我们要怎样知道这个部分呢？我们通常就会看那个人的时柱 ，OK， 或者日主本身也是可以得到一些端倪。因为时柱其实就是代表那个人的内心的想法，日主的话就是他的本身最基础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通常分析这2个部分来得知这个人让他最 click 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我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知道，就好像如果他的时柱里面他是有食神的话，可能对他而言就是享受人生、享受美食去旅行去体验很多新的不同的人生经验的话，对他而言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所以他这个部分他要去让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亦或者他本身的日主是辛金，那通常辛金呢，它的一个特质呢，就是要发光发亮，它就是要 shine， 它就是要给人家看到它就是要表现自我。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的去实践自我的一个方式。就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其实满足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更高的需求。所以以上这3个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去仔细的观察，去探索一下你在这3个方面的自己，让你去理解你的迷茫到底从何而来。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列出来，好像在工作上你擅长的是什么，然后对你而言有意义的是什么，感情上让你感觉舒服自在的一个相处模式是怎样，然后你跟你另外一半，你的伴侣，对你们而言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关系、一个感情是怎样的。第3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你的自我实践，就是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眼睛会发亮的，或者它满足了你内心的一些更高的需求。这些事情可能可以是去做社区服务
去做慈善啊，或者你也可能可以，你只是喜欢去享受人生，都有的。其实每个人的一个更高的自我实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问自己这些是什么。当然，以上的这3个你可以自己做，你也可以通过八字的方式来加快这个速度。因为八字其实就是让你了解自己的一个工具。它在这3个部分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好的看出那个人的他在工作上，还有他在感情上，还有他在自我实践上是怎样的一个特质，他喜欢的是什么，他擅长的是什么，他真正内心渴望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你的八字了解到。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做这期视频的总结。其实迷茫只是你开始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一切都会过去的。只要你愿意勇敢的继续走下去，老天或宇宙会给你看到属于你自己人生的一条路。好，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我会一一回答你们。然后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